这是陨落心炎。难道之前感受到的召唤是来自于他？唉，可惜这种幼生体的异火对净化焚诀的作用不大。只要有了这东西，那天分炼气塔便能重新开启了，彻底解决天分炼气塔的枯竭问题，我也就能放心去中州了。阁下是何人？安静一点，小娃娃，老夫可没耳背。这味道，陨落心炎，你收服了陨落心炎？他竟能一眼就看出我体内的陨落心炎，不知老先生在此，小子冒昧闯进，还望见谅。老先生，你这是何意？陨落心炎明明已经被我彻底炼化，怎么还会对他如此顺从？哎呀，他可是我的小宝贝呀！虽然你炼化了他，但在我的手上，感觉还和当年一样。老先生不要戏耍我了。当初收服陨落心炎时，可未曾察觉到他是有种之物。你当然察觉不到，那是因为我在临死前便放了他自由。看样子他此言应该不假。这老家伙不会把陨落心炎给收回去吧？若真这样的话，只能拼命了。放心，老夫不会抢你的陨落心炎。这小子体内带着一丝极淡的木气，想必是一名炼药师。要是……不仅如此，老夫还可以将这幼生体的陨落心炎赠予你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幼生体的陨落心炎还打动不了他，真是个贪心的小鬼。罢了，此乃天阶斗技五轮离火法，老夫的成名斗技，这两样宝贝我都可以给你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好你个贪心的小崽子！老夫手里的这两样宝贝，每一个都是能引起轰动的存在，都给你小子了，竟然还不知足！看老夫不好好教训你！老先生息怒，老先生梦灭后早，却不道出是何缘由，晚辈自是不敢轻易收手。要不是因为老夫的灵魂即将消散，老夫才不会讨好你一个小辈。既然落到向小辈求助的地步，灵魂消散，这
是丢脸。和老师一样的境遇吗？你小子，哼！要是乖乖接受了老夫的礼物，欠了老夫的人情，老夫再提要求，不就合情合理了吗？原来是有求于我。小子鲁莽，冒犯之处还请海涵，不知老先生名讳？老夫耀天火，别人称老夫为天火尊者。尊者，斗尊强者。嘿嘿，你我皆是陨落星岩的主人，也算是有缘。想当年，老夫在这岩浆世界，意外发现了这种幼生体的陨落星岩，老夫自是不愿放过此等机缘。可惜，两种异火互相排斥，爆发异火之战，令我身受重伤。那该死的火焰蜥蜴人竟趁机偷袭老夫，使得老夫肉身崩溃。将死之前，我释放了他，而灵魂附于这幼生体之上。造化弄人，你走吧，老夫不为难你，死有何惧？天火尊者的处境和老师何其相似，都身不由己的被禁锢，不见天日。老先生且慢，小子不才，不知道老先生有何难处，小子愿意鼎力相助。相助？老夫需要你个小子相助什么？是公平的交换。小子错了，是交换，公平的交换。作为一名炼药师，不知你可知道如何修复灵魂？略懂一二。倘若老先生不嫌弃，小子愿意一试。真的？你真有办法？老夫不用死了，不用死了！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你想反悔吗？饶是我有修复灵魂的方法，但要为一名斗尊级别的强者修复灵魂，也并非易事。只要你帮助老夫，这陨落星岩和控火之法都归你了。若是怀疑老夫诚意，你可以先取卷轴，确定没问题后，再助我修复灵魂，不迟。前辈言重了，小子是希望您能再额外答应小子一个条件。要是拿不到菩提化体弦，你说那位还会保你吗？和迦南学院有恩怨的不止我一个人，只要和那些势力结成联盟，我就能踏平迦南学院，杀掉萧炎。尊老想要的菩提化体弦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你最好说到做到，不然你只怕会变成城中之魂了。臭小子，竟然敢要求堂堂一个斗尊，给你当一年保镖！按照我们的约定，是让你来保护我，不是让我来保护你。你躲什么？别不是个冒牌斗尊吧？无知小儿竟敢怀疑本尊实力！老夫的灵魂体虽然已跌落成8星斗宗，这种小场面只是想锻炼锻炼你。
这些家伙究竟是如何出现的？大自然果真不轻妙。小子，学着点，走喽！驼蛇谷地狱有异动，难道岩浆深处有什么东西与驼蛇谷地狱有关？莫非有斗帝强者遗落之物？若能获得，就有了和魂殿抗衡的本钱。奉劝你不要想去一探究竟。老夫能模糊感应到，岩浆深处有一种极为可怕的存在，连斗尊都惧怕的存在。以我如今的实力，连那些火焰蜥蜴人都闯不过，何况身边还有不知敌友的天化尊者。我的确需要力量去解救父亲和老师，但前提是我必须活着。走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臭小子，我的灵魂力量太虚弱，快维持不住这个能量罩了。等我好好睡一觉，恢复了再说。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靠谱。这老头估计要睡不少时间。这里火属性能量充沛，正好适合修炼5轮离火法。萧炎在下面待了这么久时间，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事了？以三弟如今的实力，应该不会有事。反而是那寒风，到处拉拢黑角域各路强者，准备结盟进犯学院。也不知三弟能否赶在开战前出来。不能再耗下去了。哎呀，刚才那招还挺不错，颇有老夫当年3分的威力。走吧，蜥蜴人越来越多了。这老头估计早就醒了，躲在一旁看好戏呢。六合游神池已有小车，5轮离火法也已凝练出狼形。你小子终于舍得出来了。大长老今日怎有空来这下面？还以为你遇见什么麻烦事了呢。啊？你又突破了6星斗皇了。你小子，我当年在斗皇级别时，最快的一次晋级也花费了1年左右的时间呢。大长老，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陨落新年本源，你怎么将本源注入其中了？
知不知道这样会让你止步不前？你这样还怎么跟魂殿斗？大长老放心，这虽是陨落心炎，但不是我体内那朵，不然的话，威能怎会如此之弱？确实如此。你意思是，你又找到了一份陨落心炎？这是我在岩浆世界中找到的。虽然处于幼生期，但依然能够令得天分炼气塔发挥作用，并且从小开始供养，长大后也不会对内院有任何排斥。换句话说，天分炼气塔或许可以永久开启了。辛苦了，你取走了一个野性难驯的成熟异火，却还了内院一个听话的幼生体异火，这之间便算是彻底了清了。这下总算能够安心了。这是天分炼气塔又能产生心火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是啊，终于好了。辛苦你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是你弄的？这段时间你没在学院里惹事吧？啊！哼！啊！你晋级了？运气好罢了。不错啊，又晋级了。我们有了寒风的消息。寒风，据我最新得到的情报，寒风此时便在魔岩谷，以魔岩谷的名义，邀请了黑角域诸多强者，明日前去谷中。这个寒风野心素来不小，若是叫他联合了黑角域其他势力，只怕迦南学院和萧门都将受到极大的威胁。魔岩谷与我萧门结缘已深，此次正好一举灭了他。二哥，调动萧门所有可支配的强者，明日我们尽数前往魔岩谷。这一次，我要寒风永不翻身。莫宗主到，阴山老人到。哎，快看，是莫宗主吧？他旁边的什么事？连莫宗主和阴山老人都请来了。是啊，看来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。此次将大家请来，若有怠慢之处，还望见谅。黑角域和迦南学院素来不和，每年被执法队击杀的黑角域兄弟可不在少数。哎，近来就连魔岩谷的地魔前辈也惨遭迦南学院的毒手。地魔老鬼，他可是七星斗宗级别的强者呀，连他都在了。就是啊。没想到，地魔老鬼真的死在了迦南学院。若不是被萧炎重创在先，以这地魔老鬼的实力，从千百二老手下逃命定然不成问题。那小子隐藏得很深呢。如今那个扩张极为厉害的萧门，其门主正是迦南学院之人。之前若不是魔岩谷挺身相阻，恐怕在座的各位都会有些麻烦。哎，如今魔岩谷元气大伤，已无力钳制他们，日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，恐怕就是在座的诸位了。嗨，区一个萧门还不足以。这么说，萧门背后可是迦南学院，不得不防啊。
不知韩先生可有何应对之策？以迦南学院和萧门的实力，黑角域中难以有任何一方能够单独抗衡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摒弃成见，形成同盟，才能共同抗敌。联盟之事，莫宗主与阴山老人皆是赞同。有莫宗主与阴山老人在，倒真是不用惧怕迦南学院和萧门了。是啊。嘿，这话虽如此，可大家谁也不服谁。这样形成的联盟，叫内斗联盟，还是叫自相残杀盟啊？哎，既然是联盟，那么必然会有个盟主。这个统帅之位，谁做？就是，韩风这家伙，唱戏还真不容易。联盟只是在下的一个提议而已，成不成也得看大家。不过，若是日后迦南学院和萧门真找上门来，若是不想死的话，大家就早点投降归顺罢了。哎，怎可如此啊！我们可不能失了骨气啊！这么明显的激将法，他看不出来吗？猪脑子！但我们确实不能坐以待毙。是好啊！跟萧门死扛到底！对，死扛到底！扛到底！韩风，你可真是识时务。那现在，你是不是该领着众人跪地投降了？萧炎，萧炎，你居然还有胆子送上门来，真当在座的诸位怕你不成？诸位放心，我所针对的只有韩风以及魔岩谷，与其他人无关。今日是萧门联手迦南学院，了结与魔岩谷之间的恩怨。在下希望闲杂人等立刻离开。只要不是站在魔岩谷一方的，便是我萧炎的朋友，定当报以善意。但若是敌人，那就必须斩草除根。萧炎，有莫宗主与阴山老人在此，容不得你一个小辈放肆。莫宗主与阴山老人是打算站在魔岩谷和寒风那一方了？萧门主，菩提化体弦对我二人来说极为重要，我二人也是难以抗拒。你若是肯将菩提化体弦交出来，我二人当场便可离开，绝不插手。这个老混蛋！萧门主，今日是魔岩谷邀请宾客的日子，不请自来者，还请离去。你二人没资格与我这般说话。好恐怖的速度！斗皇阶别怎会拥有如此急速？这两个草包！竟然被这小子给坑了！萧门主，还望手下留情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金二老就这么退后！莫宗主，少宗主还在昏迷中吧？我儿子中毒，是你搞的鬼！把解药给老夫交出来！解药可以给你，不过萧门与魔岩谷之间的事，莫宗主，可别中计。等此间事了，我来解毒。哼，你倒是看得起自己。莫崖少宗主体内可不是什么普通毒素，想必莫宗主最了解。
你若是想将你儿子的命交给一位不擅长毒术的炼药师，那风险或许不小啊。你敢发誓，事后为我儿子解毒？我用萧门的名义向你发誓。好，老夫信你一次。莫宗主，这小子分明是在挑拨离间。我不想拿我儿子的命来当赌注。你看老夫做甚？对面3大斗宗战力，单凭你我又有甚用？这莫宗主和阴山老人都不帮忙，咱们留着有什么用啊？散了吧！对，走吧。走吧。萧炎，既然你执意找死，就别怪师兄我不客气了。玄护法，请动手吧。是魂殿的人。玄护法，此人便是萧炎。萧炎嘛，听雾护法说过。雾护法，看来你对雾护法恨意极深呐，也难怪，老是被那家伙当面擒获，作为弟子的你也的确不好受。不过不要在意，很快你就能与你的老师相见了。没事。为了能够将你顺利捕获，护法这次可是带走了灵魂，还算对得起你了。这样下去，要被耗死。不对，这些凶魂的能量在被法阵吸收。哎呀，你这小家伙悟性挺高，脑子却不太灵光啊！对付灵魂体得用陨落星元呐。这陨落星元呐，可是灵魂的克星。
控火之法，居然能做到如此程度。雨落心炎，好小子，倒是小觑了你，竟能将他操控到这般地步。不过，你以为这样便能破解了万魂噬灵阵？什么？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。哎，等等，凶魂交给我来对付。天火前辈，你这是何意？嘿嘿，凝聚了如此之多的灵魂之力，对我来说可是大补之物啊！萧炎，凶魂快凝聚成型了。天火前辈可有把握？嘿嘿，放心吧。不过等我将之收服后，还得借你的陨落青炎一役。没问题。大长老不用担心，那凶魂翻不了多大的浪。啊！竟然蕴含着这么浓郁的杀戮气息，这凶魂果然强悍。今日你们必死无疑。凶魂和宣护法交给我。小心！这小子究竟在搞什么？以他斗皇级别的实力去挑战2名斗宗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果然狂妄自大呀，小子！这凶魂我还是第一次聚集，今天就拿你来祭他吧。小子，这就是你狂妄的下场。小子，快把你的灵魂之力注入大戒，助我一把！好强悍的灵魂力量！你小子可真是让人惊艳啊！这小子！啊！该死的！你到底干了什么？萧炎这小子，几日不见，实力竟增长如此迅速。幸好我等有先见之明，不然……萧炎，我这一次消耗太大，要睡上一段时间了。这期间，你需连续10天滋养我的灵魂，否则我的灵魂消失，凶魂也会再度出来。天火前辈，请放心，小子一定会做到。
将凶魂还来，本护法便立马离开。萧护法，以他的性子，定不会将凶魂归还。眼下只有彻底和他拼了，才有一线生机。闭嘴！你给我让开！你究竟还还是不还？你若是把韩风杀了，或许我可以考虑考虑。归还凶魂，我便动手。哼，抱歉，魂殿的人都该死。你，韩风，跟我一起出手，杀了这小子！韩风，如今的你，即便活下来也是废物，还是把你的灵魂献给我吧。放心，我会为你报仇的。如今的你，即便活下来也是废物，还是把你的灵魂献给我吧。韩风这家伙，连同伴都能下此狠手，哼，这种人不配合作。这下麻烦了，韩风现在只怕有着5星斗宗巅峰的实力，没人会是他的对手。我来对付吧。恶难毒体不能再解开了，压制毒体的材料至今还没种齐全，而你的身体已经不能再承受毒气侵蚀。如果这次……好啦，只是拖着他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的手段你还信不过？你呀，别皱个眉头，赶紧凝聚火莲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你大可试试。不自量力。小医仙，小师弟，你还是先反省一下你自己吧。小银子，小爷，不好！天阴毒手。
便能拦得住我？他是妖气分果断，不过你虽毁我魂剑，但那灵魂剑芒也让你不太好受。现在的你还有什么手段？时间风雨，跑来跑去陪你在左看一眼，就让春天代替自己的缱绻。我最远的渴望，足够让时间平平远远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们都不会不见。余欢是夜，就算笑得甜美，岁月每个黑夜。这是那小子搞出来的，一个六星斗皇。幸好没锁定我们，菩提化体仙还是别指望了。这小子太过棘手。让你跟在我身边，原本是想为你控制恶难毒体，结果却害得你距离毒体爆发时间越来越近。这段时间虽说惊险，但远比我独自在出云帝国要过得开心。所以真要出了什么事情，那也是我命不好，
可不关你什么事。萧炎，没想到我还活着吧？今天你们留不住我，等着吧！终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像那个老不死的一样，灵魂被附于魂殿之上，永受万物侵蚀之苦。血誓。你上毒！师兄真是果断，居然舍弃大部分灵魂力量，独留一丝逃窜。如果不是我的灵魂力量还过得去，怎么说也能逃出升天。哼！可你现在走掉的话，怎么对得起我给你准备的诸多大礼？萧炎，不，师弟，看在同门的份上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萧炎小友，今日之事，老夫也是受寒风教唆，还望小友大人大量，莫要怪罪。阴山前辈，今日之事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不过希望不要再出现第二次。小友放心。萧炎小友，老夫按照约定，并未出手帮助寒风，不知。将药粉用沸水煮开，让你儿子在里面泡上1月，毒素便可尽除。多谢，那老夫就先行一步，告辞。那个子言，寻宝你可是最擅长的，带大家看看这里有什么宝贝，怎么样？哼，现在想起我来啦？哎，方才是太过危险，这会儿不正好是发挥你强项的时候吗？算你说的有理，这次就先放过你了。哼，一直好奇子言这寻宝天赋如何施展，如今刚好开开眼。学院药材一直丢失，如今终于可以晓得原委，之后也可好好防备。那找到了。就这？没了？哎，什么有的没的，跟我来吧。果然在这里，不过这丫头寻宝的方式也太……好用就行。这光照蕴含着空间之力，想必是地魔老鬼所设。若是强行摧毁，恐怕会令其中之物有所损伤。你又想干嘛？子言呐，你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，我把上次你寄放在我这的药材，都炼制成你喜欢的口味。说好的，你可不能赖皮哦。
这丫头着实令人惊叹，不知道她的本体究竟是何等可怕的存在。幼年期便有这般恐怖的实力，想必本体不凡。或许中州大陆以南的魔兽家族那里能有这丫头身世的消息吧。接着，弄焰诀，真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若是我将此弄焰诀修炼成功，那毁灭火莲也就没有了次数限制。这是什么？天妖魁。哦，傀儡之技，这东西很适合你。既然要闯荡中州，争取在出发前炼制出来。躯体、灵魂、异火我都有，但这高等级的魔核是何等难学。那这个7阶火属魔核刚好适合你。小子，算老夫欠你一个人情。天火前辈说的哪里话？此次若非你出手解决那凶魂，我可就倒霉了。解决凶魂，那是我想要夺取他的灵魂之力，与你无关。老夫可不是恩怨不分之人。那小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小银子，小银子，小银子，你快去看看小医仙，他出事了。大长老，小医仙现在情况如何？恐怕不容乐观。我本想进去探查，但里面的毒气太浓，根本无法强行闯入。萧炎，小医仙。情况竟然这么严重，毒气已经遍布全身，即将侵入神智。你快离开这里，恶难毒体要提前爆发了。放心吧，我有异火护体，没事的。萧炎，这段时间跟着你，我过得很快乐。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，或许也将会是最后一个。等我真的到了那一步，请你不要留手，我不想伤害。瞎说什么呢？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再想想办法，一定会没事的。被人关心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。要控制恶难毒体，光有菩提化的线还不够，还缺少天毒蝎龙兽的魔核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可是这点时间又能去哪里寻找？恶难毒体，没想到老夫居然能看见2次这东西。天火前辈，你曾见过恶难毒体？曾经我也有着一位拥有恶难毒体的朋友，想当初在他毒体爆发之时，我还为他创造了一门封印之法，为其拖延了3年。只可惜最终……天火前辈，
可否将此封印之法传授于我？自无不可。你且听好。萧一剑，我找到封印方法了，是借助异火来压制毒体爆发。只是施展这个封印可能会被毒气反噬，不过我会小心的。躺下吧。你不要动，我要开始画了。是有点痛，你再坚持一下。树下的山间，弥漫淡淡香气，琉璃般的光，晶莹一滴，江湖快摇躺，风声轻轻卷去，望着那笑脸，张开丰富了我伏笔。多想时光暂停，吹开满山遍野，不过还有我的心。无需太多言语，这样自由旅行，仿佛只剩岁月在此永不会老去。我不想知道有多少天缘地老，说停了。万千世界是否有如它般良药？如果能相互依靠，心爱也沉入善良，却愿长，共听十万今宵，可好？小燕，你还好吧？封印成功了吧？
我能感觉到恶难毒体已经被压制，按照封印的强度，支撑2、3年没有问题。那就好，2、3年时间足够我们找到天毒蝎龙兽了。你们都还好吧？已经没事了。你晋级了？恶难毒体爆发时所释放的毒气，对我来说是绝佳的补品。我现在已经晋升到5星斗宗了。唉，这世道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。萧炎，怎么样？三弟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二哥。答应你的事，我肯定不会食言。不过出发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，需要再等我些时日啊。重要事情？是的，极为重要。7品丹药炼制不宜人多，萧炎这地方选的真是不错。若他真的炼制出来，后面哪怕是在中州，也将会有一席之地。哎呀，快开始呀！怎么还不开始啊？手法行云流水，不错不错。这头神秘魔兽生前等级不低，用它的血液来炼制天魂融血丹，丹药的品质恐怕要更胜一筹。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哦，无异呀。大长老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炼丹只能靠自己，外人根本插不进手。又是那只大怪鸟。该死！再这样下去，天会融血丹。这只魔兽来历不凡，它的威压源于血脉，你是永远都不可能将它驱除的。用我的血液吧，虽然不知道它是何种魔兽，但我感觉我的血液比它更强。多谢了。不说这些，你赶紧炼药，我可是等着品尝呢。这可不是给你吃的呀。
丹魂境，居然是传说中的境界。在此境界下，灵魂力量被无限放大，也就是说，此次的炼丹必将成功。好恐怖的天地之力！是啊，许久未曾见到了。丹雷将至，极品丹药要现世了。这便是丹雷吗？老师，您当初说过，若是弟子哪一天能够炼制出招来丹雷的丹药，那么便是达到了出师的资格。可惜，这一幕却是未能亲眼见到。又何以入真池？烈火！居然硬刚天雷，太酷了！再来！开山印！给我破！妖魁，现！天妖魁？不对，这是地妖魁，竟然还在吸收雷气，看来不需要我们出手，萧炎自己就能搞定了。地魔老鬼的躯体，铁护法的灵魂，再加上七阶魔核炼制出来的地阶妖魁，果然厉害。彩铃，信不如命。天魂溶血丹我炼成了，只盼这丹药如我等所愿。之后，我便会前往中州，那里有着急需我奔赴的使命，亦有着待我履行的誓言。一切保重，保重。天涯虫怎么还没到啊？萧炎，我的肚子好饿呀！你呀，暂且忍耐一下吧。算算时间，也应该快到了。萧炎大哥，这便是我家族记录的中州地图。中州大陆果然非比寻常。新兰，中州特别强的势力有哪些？在中州，人类势力大致分为一殿一塔、二宗三谷四方阁，其中一殿就是魂殿。魂殿所处魂界，就算在中州也是极为神秘，而一塔则是丹塔，一个能与魂殿齐名的势力。萧炎大哥，我知道您与魂殿的恩怨不小，但在你还没有与其抗衡的实力前，还是尽量忍耐。毕竟，就连丹塔都对魂殿颇为忌惮。那二宗三谷四方阁
又是指什么？二宗是天明宗、花宗，这两个宗派在中州也拥有着极强的势力。至于三谷吗，则是冰河谷、阴谷以及焚炎谷。焚炎谷，天火三玄变的宗门。星陨阁、万剑阁、黄泉阁、风雷阁的方位刚好呈四角，屹立在中州之上，因此被称为四方阁，实力也是中州的佼佼者，尽量不要招惹。风雷阁，我所修习的3000雷动，似乎便是来自风雷阁的顶尖身法。中州果然有些意思。中州确实卧虎藏龙，即便是捕杀一头魔兽，也要弄清楚它背后的家族势力才行。当然，寻常魔兽肯定不需要这般，我所指的是那些有了一定灵智的魔兽。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我都快要饿死在半道上了。吃的药材都用完了，是得赶紧找个地方补充一下。嗯。天启山脉，萧云大哥，我们到了。这么多飞船，不愧是方圆千里第一城。可是，他们为什么都停在这里不走呢？放肆！哪里来的家伙？知道天涯城的规矩吗？抱歉，在下初到宝地，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规矩。原来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，土包子进城，得好好调教调教。没看到其他人都在排队吗？只有斗皇以上的强者方有资格优先进入。你嘛，哼，不想排队也行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斗皇！斗宗！误会了！在下意思是，现在空间门暂时关闭，我罗家正在维修中，还望几位见谅，见谅。你们维修还需要几日时间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在空间门修好之后，我定会第一时间告知。几位朋友可以先在城中暂时住几日。另外，我家老祖最近正在广邀斗宗强者，打算联手维修空间虫洞，事后定有极为丰富的回报。阁下若是有兴趣，我说你们还要唠唠叨叨到什么时候呀？我都饿了。我们还是先去城里补几些物资吧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哎，这个怎么卖呢？萧炎，空间虫洞暂时关闭，我们怎么办？先休息一夜，若明日还没消息的话，再去城中心看看。哎，快看！快过来瞧啊！哎呀，都是好东西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小魔女又得了什么新坐骑啊？又要找到城里不得安宁了。来，给本小姐看看你的真本事！好狗不挡道，都给本小姐滚开！这小魔王，人倒大霉！这可是出了名的小魔女，谁遇见她谁倒霉！混蛋！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手！待你家长辈略作教训而已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教训我？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？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！
若是识相，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头认。你再敢骂一句，他不杀你，我来。你敢打我？你这个贱人！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。好样的，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瘪了。可不是嘛，仗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，不知道做了多少孽。罗家，萧炎大哥，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。罗家老祖实力约莫在5星斗宗。贱人！我爹要我爷爷将你的手指一根一根的剁下来！哼，心性竟如此恶毒！几位如此行径，还真不将我罗家放在眼中啊！爷爷！那是罗家老祖，居然亲自来了！哼，爷爷，他们欺负孙女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！敢在天涯城对我罗家之人出手，胆子真不小啊！怪不得你们罗家会教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，原来这做长辈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斗宗强者！哼，一个小小的罗家教出来的孙女，竟然比我还刁难！斗皇，这么个小丫头竟然也是斗皇，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？此女子的实力绝不在我之下，若是强行交手，怕是得不偿失。而且如今空间虫洞正在维修的紧急关头。好，几位，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，你们先将小妖带回去。爷爷，不许走，一定要带回去。是爷爷，小姐，爷爷。走吧。这位姑娘，不知道能否暂留一下？如果老夫没有猜错，几位朋友此次到天涯城来，应该是为了空间虫洞吧？哈哈哈，空间虫洞这次的问题不小，需要几位斗宗共同修复，所以想请这位姑娘出手相助。报酬呢？这支队伍的领头人竟然是这斗皇小子！哈，空间虫洞一旦修复完成，那几位便能顺利进入，想必就不虚此行了。哼！哎，几位，要知道这方圆千里之地可再无第二个空间虫洞。罢了罢了，若是这位小姐能够助我修复空间虫洞，老夫便赠予你们一枚7阶魔盒，怎样？不知是否有7阶天毒蝎龙兽的魔盒？天毒蝎龙兽乃是远古异兽，极为罕见。7阶天毒蝎龙兽魔盒着实没有。哦，不过我罗家倒是有一枚6阶的，不知是否可行？虽说并未达到我们的要求，不过这6阶魔盒倒是也能接受。有了这6阶魔盒，就相当于多了一条退路，再不济也能作为一种保留手段。请跟我来吧。有了这位小姐相助，想必今日之内便能将虫洞恢复。
各位，这里便是控制空间虫洞的阵法平台。果然是大手笔。这2位是韩氏2老，在周遭千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。老夫专门邀请来帮忙修复空间虫洞的。哈，2老，这几位小友也是老夫请来的帮手。帮手？就这么几个年轻小辈？哼，2个在斗宗初期的人，说起话来如此狂妄。这是哪里来的小娃娃，如此不知好歹？去看看吧，若是能够修复的话，也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。你，此女竟然也是斗宗强者！哈哈，2位稍安勿躁，多一分力量，修复虫洞就越轻松。随我来吧。我等将空间之力注入法阵，中间切记不可松懈，否则修复不成不说，甚至还可能造成极大的灾难。哼，我2人自然没有问题，就是一些年轻人，怕是要拖后腿。好了，3位还请助我。诸位，加大注入。罗成，这该死的空间虫洞还要多久才能修好？2老，再坚持片刻，法阵很快就完成了，切记不可松懈。再坚持下去，老子快吃不消了！大哥，再继续下去，恐怕会伤及本源。罗成这点酬劳，还犯不着让我们付出这么大代价。你我减小输出，保全自身。2位，这是何意？罗城主，我兄弟2人实在……你们可知这法阵失去平衡？
这次多亏了姑娘，这份人情我罗成记住了。萧炎小友，这是老夫所承诺的报酬。还请诸位收下这艘空间船，此船可在虫洞中平稳穿梭，船内还有不少药材，就全当谢礼送给你们吧。多谢罗老先生，那我等便出发了。那么，向着中州出发。换我来吧。我们进入空间虫洞多少天了？16天了，再有几日时间，就能到达目的地了。多谢了。控制厄难毒体的所需之物，算是备齐了。但我担心6阶天毒蝎龙兽的魔核难以达到最完美的驱毒效果。保险起见，我们还是要找到7阶魔核才行。你决定便是。哎，我这朋友还真是尽职尽责呀。有办法过去吗？除非是道尊强者，否则难以在空间风暴中逃生。慢点，小心！空间风暴后面是否就是虫洞出口？没错，只要我们能强行冲过去，就能离开这个空间虫洞。可是，没有斗尊强者，根本无法冲出空间风暴。不拼一把，怎能知道会不会成功？小医仙，你护住船身，我来控制速度。好。紫妍新来，抓紧了，别松手。小医仙撑不了多久，必须尽快冲出去。小医仙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继续。紫妍，快用空间之力！这小丫头的身体里竟然还藏着这么恐怖的能量。
定无逃生的可能。紫妍，你先顶替我，下船去推。一定要小心，若是情况不对，就赶快回来。三千雷刀！给我停！少爷大哥，出风了！萧炎呢？他怎么没出来？我去把他带出来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空间虫洞受损那么严重。你们看，这是空间符文，符文若灭，代表通道没了生命迹象；若闪烁，则说明有人从里面出来了。从我们出来到现在，符文一共闪烁了2次，所以很可能这次从里面出来的就是萧炎大哥。那他人呢？可能被随机传送到中州的某个地方。我去找他。哎，中州地域辽阔，我们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那小子也算是好运，从天上掉下来没被摔死。是啊，若不是二小姐人美心善，出手相救，那小子准成为魔兽的口中餐。可不是嘛！不要多嘴，加快速度赶路。是。二小姐，水源地到了，是否就地安营？此地离水源太近，还是将营地扎到1里外吧，以免夜晚徒生事端。继续前进。今晚就在此地安营扎寨，大家麻溜的准备起来。这是马车，萧逸仙他们应该已经安全抵达了，得尽快养好伤，早日与他们重逢才行。那边放好啊！哎，好，你过来，把马牵过来。哎，这边。行啊，小兄弟，这么重的伤恢复的还挺快，下来透透气吧。在下萧炎。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我叫韩冲，你小子真是福大命大。多谢韩大哥出手相救。我只不过是听命行事，真正救你的是我们家二小姐。来，晚上喝几口，暖暖身子。感谢大家的救命之恩，干了！好，真是好酒量。不错，这家伙对我的胃口，很适合加入我们韩家侍卫队。小兄弟，俗
谓九品见人品，大哥就喜欢你这种爽快人。韩大哥，你可知丹塔在哪片区域？丹塔自然是在中州中心区域。北域过去，就算是走空间虫洞，也要辗转几次。小兄弟，你要去丹塔？眼下你有伤在身，等到了天北城，伤势恢复了再说吧。想不到落难时还能被人这般帮助。中州看来还不错。你再带些人到周围布哨。是，二小姐。二小姐，大家辛苦了。晚上守夜的人不要沾酒，其余人也要少喝。明天经过妖蛇下蟒的领地万蛇峡，很可能有场硬仗。是，二小姐。是。没想到这么年轻的三星斗王，不过他的样子怎么似曾相识？二小姐请留步。在下萧炎，谢二小姐救命之恩。我是通过空间虫洞来的中州，因为途中遭遇空间风暴，和同伴走散了。难怪你伤势如此重，经历空间风暴还能逃生，也算你运气好。我叫韩雪，这是天北城韩家的车队，这是疗伤药，对你的伤应该有点作用。这韩家小姐果然如韩冲大哥所说般善良，外表如此柔弱，却能将车队管理得井井有条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哼，万蛇峡下蟒是吧？韩冲大哥，这万蛇峡是什么地方？这万蛇峡是妖蛇下蟒的领地，它虽刚入斗皇，但能召唤所有4阶以下的毒蛇，难缠得很，只能叫过路费保平安了。这妖蛇的灵智为何如此之高，还会占山为王当强盗了？这下蟒曾吃过一枚妖化丹，得以脱离蛇血，灵智也比其他6阶魔兽更高。妖化丹，那下蟒极其贪财好色，希望多花些金币能打发过去，否则我死也要护二小姐周全。以下蟒斗皇的实力，绝非车队所能对抗。韩冲大哥放心，二小姐这么善良，不会出事的。希望如此吧。该来的还是躲不掉啊！该死的，还是被发现了！妖蛇下蟒，你们应该知道本大爷的规矩吧？当然知道。下蟒统领，这是一些薄礼，还望统领大人收下。还不错，看来你们还算有点主意。那我们先告退了。这是当然。大人，我们是天北城韩家的车队，若是在这里有什么闪失，韩家定会追查到底。天北城那些老家伙确实有点实力，不过只要将你们全部留下，谁会知道我对韩家人出手了呢？
后本大爷手掌心的。大家小心！住手！搞坏本大爷的头饰！二小姐，朋友，这是我夏芒的私事，还请不要插手。直系内，不滚就死。我夏大爷看上的女人，就没有能跑得掉的。灵魂力量，是炼药师。未曾露面，便是对手落得这副狼狈模样，那出手之人，实力是何等的恐怖！前辈饶命，小人这就滚了。这家伙逃起命来，居然如此熟练，看来没少被人追杀。是啊，晚辈韩雪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，不知能否现身一见，也好让晚辈回报前辈的救命之恩。老夫偶然路过，顺手相助罢了，没什么好见的。不知如何尊称前辈？若下次相遇，晚辈定重礼相待。高人不愿现身，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二小姐不必太过挂怀。继续起行吧。莫非是？韩小姐，事端解决了吗？这人看来伤势还未痊愈，若调动灵魂力量与人相战，不太可能。已经解决了。动作利索点，准备启程。我韩家没有两女共侍一夫的惯例，你洪家的荒唐要求，我韩家绝不会答应。韩伯父，您或许还不知道，小侄前些日子已经正式成为风雷北阁的内阁弟子了。怎么会说呢？对呀，韩伯父，我洪家今时已不同往日，想必天北城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女婿人选了。您说对吗？无论你洪家将来在天北城地位如何，我韩家女都绝不嫁洪家人。哼，韩伯父，我已经派了2名长老去请韩雪了。韩家姐妹不嫁也得嫁。你洪家可别太过分了。红尘，你要是敢动我妹妹，我定会让你不得好死。韩伯父，要是你出了什么意外，一会儿韩雪来了，我可不好交代呀。
亲，姐姐，我回来了。怎么？雪儿，你没受伤吧？寒月学姐，这缘分也太奇妙了吧！这两个老家伙，连个斗王都抓不住，真是丢人现眼。韩伯父，这亲我是结定了。若是你们韩家不识抬举的话，就休怪我们洪家动武了。我可以给韩家一条路，只要你们韩家同辈中有人能打败我，我洪家10年内必不会再找你们麻烦。当然，若是败了，那韩月、韩雪就都是我的人。韩家甚至整个天北城同辈中人都难有与之匹敌者，这比试就是欺我韩家无人。可若是风雷北阁插手此番争端，好，这场比武我们韩家接下来。不过若是输了，我嫁与你，但我妹妹不行。依你，先娶姐姐也行，妹妹就等一下吧。姐，我绝不同意。参战者必须是韩家人吗？萧炎，韩月学姐，几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姐，你认识萧炎先生？这位是谁？啊，这是我在迦南学院的学弟，萧炎。哼，你们可以请外援，我红尘可不惧这些。一言为定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今日洪某便告辞了。3日之后，我们天师台上见。哎呀，这里实在是太闷了。走。你怎么会来天北城？听说中州丹塔即将举办丹会，我来见识见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萧炎和我一样是内院的学生，他还是内院强榜榜首。哦，据我所知，能成为迦南学院内院榜首，小兄弟真乃人中龙凤啊！这位是我父亲，也是韩家家主。韩伯父，过誉了。月儿，3日后你与红尘的比武，可有把握？以我的实力要战胜红尘，恐怕困难。但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同辈之中，能进入斗皇层次的，也是寥寥无几。就当作是报答韩雪的救命之恩，以及韩月学姐的同门情谊吧。要不，让我来吧。你？可你的伤势还未痊愈呢。放心吧，短时间内便能恢复。小子萧炎，愿带韩家出战。这小子真有战胜红尘的实力，我看够呛。不是我不相信萧炎小兄弟，只是那红尘，放眼整个天北城，在同辈中难逢敌手。我对萧炎先生充满信心，希望他可以代表我们韩家出战。雪儿，你确定？父亲大人，我相信萧炎先生的实力。这一路我可是亲眼见着，他稍一出手就逼退了夏芒，更是在3回合内以1敌2，生擒了红木红烈。我了解萧炎，我觉得萧炎有资格代表我们韩家出战。你们的眼光为父相信，只是生擒红木2人，红尘也能办到。况且这种比试，刀剑无眼，若是萧炎小兄弟为我韩家出了什么意外，我可过意不去。父亲，你不相信萧炎先生能打败红尘？月儿、雪儿，既然你们对这位萧炎小兄弟很有信心，那让舅舅先来试试。毕竟此事关系到韩家的存亡，
不能有半点收获。舅舅，你那便请赐教了。若是小子在10回合内被前辈击中1次，便算我实力不济，甘愿服输。看来萧炎小兄弟对自己很有信心呢。这小子还真是狂妄！韩田可是8星斗皇，与那红尘也不相上下。是啊，这小子如此轻敌，只怕是要吃亏。放心吧，我想舅舅虽然有试探之心，但更多的是想用事实为他证明。萧炎小兄弟，你可得小心了。我这9转风游步是我的成名之计。此子很强，即使二弟与他生死相对，恐怕也不是对手。他还真能与红尘抗衡。九转。空间之力！怎着？你是斗宗？不过是机缘巧合之下，才勉强掌握了一丝空间之力。韩天前辈，承让了。萧炎小兄弟，你能在斗皇级别操控空间之力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这场比试是我输了。萧炎小兄弟，若我韩家能度过此次危机，你的恩情没齿难忘。我韩池愿意付出所有代价。呵呵，韩家主，你可算来了！我以为你今日准备霸占呢。洪家主想多了。既然洪家想跟我韩家保持10年的和平期，我自然是要来的。不然，倒是服了洪家的好意。那是洪家的家主洪立。就怕好意没收到，反而将女儿陪进来。哈哈哈！不过不用担心，我洪家对媳妇儿还是很宽容的。爹，就不要白费口舌了。我时间不多，速战速决吧。跟得上3000雷动的速度，一发
发时间有限，你久战。千岁雷锤！六合游身尺！千岁雷锤！对！看你怎么挡！区区风雷之力，有何嚣张之处？引吞巨浪诀！这便是你的手段，倒还真是高看你。如果你只有这些手段的话，那接下来便换我来吧。天火三玄变，琉璃变。这是异火，这小子究竟是何来路？居然隐藏如此之深！这就是斗皇巅峰之上的那层障壁吗？若是我修炼了天火三玄变的最后2遍，并以异火相配，也许就能突破这层障壁。这次辰儿怕是不妙了。这混蛋居然还隐藏实力！好强的秘法！雪儿还真是为我韩家请来了一尊了不得的大神呢。在学院时，他就以斗灵之力迎战斗皇。如今几年过去，成就自然更加恐怖。那红尘在萧野面前，也只能认输。不过现在，先要解决你。我不信，除了那怪物凤青儿，我会输给任何人。起来吧，这一招还要不了你的命。能将我逼到如此境地，萧炎，你是第一个。此等奇耻大辱，今日我就是赔上这条性命，让你付出代价。灭雷锤，与我死！看来你也就这么点能耐了，那就接我最后一招了。六合游身尺，烈火！
夫人说。 这年轻人真是了不得啊！可恶！我怎么可能输给你这个无名之辈？去死吧！三千雷动！住手！